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我好像看到他了。谁呀？老高啊！在哪里啊？他走到那里去了。那他给跑了。真的是老高啊！那快报警啊！你骗人的！哎呀，那真的是把你给吓怕了。刚才那个人不是老高，只是背影有点像啦。你明知道我怕他，还开这种玩笑。阿娇，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。老高在你的世界里已经完完全全消失了，你应该彻彻底底把他忘掉才对啊。现在的你是属于靓丽的无血路，而不再是那乱七八糟的杂货铺了。我不担心才怪啊。喂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。我看我们还是赶快结婚比较好，这样子你就不会七上八下了。待会我马上打电话给律师。叫他赶快办好你跟老高的离婚手续。不用了，律师说下个礼拜就办好了。那就好啦。喂，我经理真的要来了，快走吧。你几点下班啦？都2个小时。那我等你。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哪里？到时候你就知道啦。老实说啊，炸鱼和薯条对我来说向来都没有什么吸引力的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所谓的炸鱼呢，都是又干又硬。不过后来吃过妈炸的鱼之后呢，我就完全改观了。其实炸鱼炸得不好啊，很容易失去鱼的原味。相比起来啊，烤鱼在保持原味方面就容易得多了。那我今天给你试一个新的口味。好啊。一直以来啊，我们卖的炸鱼啊，都是阿公传下来的。它是结合了洋人的 fish and chip 以及海南人的炸油扒，来创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口味。洋人的炸鱼啊，是把鱼片糊了面粉去炸；阿公呢，他就注重了中国人的人式口味，加重了调味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多了腌鱼这一关。鱼腌过之后呢，吃起来它的口味就特别的好，不像洋人的 fish and chip 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哦。这是阿公多年来的心得。就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高手一样，练剑练到某个境界呢，就融会贯通。妈现在也创出一个绝招了，也没什么绝招了。你在厨房里摸久了，自然而然会闯出一点门路来。那我这一道啊，是用海防，也就是 dory 做的。这种鱼啊，产在海口跟河口之间，它的鱼肉啊鲜美跟爽口。缺点呢，就是有一点泥沼味。那我是用酱料跟牛油来去它的泥沼味，再铺上一层面包屑，然后拿去了烤炉里烤。我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拿过去送给阿爸。什么东西啊？天年人参。要死啊！
你把我收藏这么久，这千年人参拿来送给阿爸？哎呀，他老人家嘛，给他补补身子哦。哇，一整条嘞！那当然啦。喂，你真的是神经病！你知道这条人参有多珍贵吗？我好不容易从那个黑龙江扛回来的，值800块哈。你真的还以为是1000年咩？啊，你已经收藏了2年了，再收藏下去啊，很快呢会化成灰啊！到时候啊，不要说800元了，连8毛钱都不值啊！对咯，姑姑啊，这种东西收久了会坏的嘞。那个卖给我的人说啊，这条人参能够收50年都不变哈。哇，姑姑，那个人是不是邓小平啊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不算嘞。那我也可以收500年不变哦。对啊，这种东西啊，收久了会发霉的。要吃我不会自己吃啊，给阿爸吃。阿爸都这么老了，随时都会说拜拜，给他吃不是很浪费吗？哎呦，那是你阿爸嘞，你好意思这样2手空空这样过去吗？那不是买些东西过去咯？买什么？哎，阿爸喜欢吃含金饼哦，那我就去买2个含金饼给他吃。嘿，啊！好香啊！哇，颜色也很漂亮啊，现在色香都有了，不知道味道如何？在淋上啊，用马铃薯做的酱汁就大功告成了。哇，什么味道那么香啊？连 William 嘛也被吸引来了，这是妈试验的新口味烤鱼。哦，老板娘啊，你想增加新口味的鱼啊？不是，只是做出来让雅喜啊试试味道。来，雅喜尝尝看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当时烫啊。怎么样？还好吃啊！这鱼烤后呢，外脆内软，没有泥沼味，也不会干瘪，配上这酱汁，很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。老板娘，我可以试吗？是啊，大家都试试看。嘉欣啊，你试试看吧。老板娘，这鱼真的很好吃啊。比起我们快乐鱼的招牌鱼，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妈，你应该把这道发明推出去卖啊。对，可以加入菜单里面的。不行啊，阿公都没有点头，我怎么敢推出去卖啊？我会炸了阿公的招牌。怎么会呢？我觉得你这道烤鱼啊，比阿公的炸鱼还好吃啊！你呀是青出于蓝，阿公应该高兴才对。哎，不如就趁今天这个机会，给阿公试试看呢。不好吧？阿公吃到味道不对的炸鱼啊，就会跳起来破口大骂，这一点啊，我真的有一点怕。我领教过了，上次温温捣蛋，把一块鱼炸过头，阿公一吃啊就大发脾气。是啊，他气得受不了，搞得又要进医院就麻烦了。不过我相信阿公吃了这道烤鱼后呢，不但不会骂，反而会大赞特赞哦。老人家很固执的，还是不要了。这道菜我留下来，等你有空的时候我教你，就当做是罗家的家传菜。威廉嘛，阿公快到了，快准备炸鱼吧。好。味道真好，我要记下刚才的步骤。妈，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？我看得出来，你这2天好像是不开心啊，是不是嘉喜啊找你什么麻烦啦？不是，那是佳倩吗？也不是。你不用瞒我了，这个家里啊，谁的性子啊，让人吃不消，我看得出来的。就说嘉喜吧，她好不容易啊，能找到一个像薛志将性子的人做丈夫，最后搞得要离婚收场，你说谁能忍得了她？是我的话，肯定没问题。哎呀，威廉嘛，油太多了。至于佳倩呢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女儿不是自己的，要骂呢，人家会说我偏心；不骂呢，有事儿啊，真的是受不了。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知道你的苦衷。等佳琪去了阿富汗，我想搬回我妈家住。我从小就跟我妈在一起住的，2个人的家庭很简单。跟佳琪结婚后，
我也很想体验一下大家庭的生活，可是经过这几个月，发觉我还是不大能适应。我了解，大家庭虽然是很热闹，可是也有很多问题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当初你肯搬进来住，我已经觉得你很有勇气了。现在年轻人呐，谁还肯来受家婆、姑姑、叔伯的气呢？我肯定没有受家婆的气，妈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好到有时候连你的女儿也会妒忌的。不过搬走后呢，我还是会天天回来，我还要跟你学罗太炸鱼的。罗太炸鱼？还有刚才那美味可口的烤鱼啊，以后啊一定要列进菜单里头，菜名就叫做罗太烤鱼。哦，这名字取得好。罗太烤鱼，你先跟我进去，我就放了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阿娇，你到底要逃避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两个在一起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躲躲藏藏，怕人家知道呢？你家人是不会接受我的。我就是要他们接受你，谁也阻挡不了我对你的爱。他们接受我，就得接受你。我们是不可能分离的。走。Hello， 现在让我跟大家慎重的介绍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林凤娇。我家里有些人你都见过了，来，我亲爱的大妈，我老爸，我姑姑，我大姐，我二姐，二姐夫 ，Hello， 我三姐，我二嫂，我们的大厨师 William， 你好，你好。来这边。小天才温温，小美女banana，是拉娜。banana， 最后一位，大胃王 Patrick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我也是圆圆，我叫林温温。你好，温温，你嘴巴很多哈。哎，小舅舅，林凤娇是成龙的老婆嘞。妈，不要乱讲话，过来。Sorry。你坐一下，我去倒杯水给你喝。好。谢谢啊。家华，好，喝了水，叫他走吧。大妈，我都还没有介绍阿娇给阿公认识哎。是谁叫你把他带来的？是咯，你还没有给他害够啊！害人的是老高，又不是阿娇，他也是受害者啊。更何况他们也快离婚了。哎呀，家福啊，不是我要说你，世界上这么多女孩子，你还怕找不到女朋友吗？干嘛要找一个什么？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呢？这样就不纯洁啦。姑姑啊，你也是女人呢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贬低女人的话呢？什么是纯洁？纯洁不是在于身体，而是在于你自己的思想。虽然你身体没有做出一些不纯洁的事情，可是如果你脑子里面一直在胡思乱想的话，那就是不纯洁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思想方面是纯洁的话，那你就是纯洁的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最重要就是啊，我知道阿娇她不管是身体方面还是思想方面，她绝对都是纯洁的，所以我才会这么爱她。哎呦，要死了！说的这么肉麻，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哟。就是啊，你怎么知道他那么纯洁呢？我看他啊就很不顺眼啊。大姐，以后是我跟她生活，又不是你跟她生活，我看顺眼就好啦。你说什么话？那你知道father mother看得顺眼吗？我不管你们看得顺眼还看不顺眼啦，总之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，因为她已经有我的孩子了。你刚才说到他多纯洁啊，好还没离婚就跟你，那算是什么纯洁啊？而且啊，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啊？你不要忘记啊，她是老高的老婆哦。对呀，你别傻乎乎的把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。我当然知道啦，因为老高根本都没有动过她，所以我才说阿娇是纯洁的。
哎呀，我也不管了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真的是很可怕。爸妈，你知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挡也挡不住的，那就是爱情。你放心啦，以后我跟阿娇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嗯。哎，我帮你。谢二嫂。谢谢你包细姐，今天真的不好意思了，打扰你们了。都是家福了，硬拉着我来。人家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，更何况你又不丑，现在不就好了？大家很快就会接受你了。你竟然真的可以接受我吗？嗯。阿娇，你有了几个月啊？啊？你不是已经有喜了吗？哪里有？二嫂啊，我看我真的是很难逃出你的法眼哦。家福啊，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二嫂，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这招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不这样做的话，你看他们会不会继续讲个不停？我一出这一招，他们每个人都收声，不敢讲话。你怎么可以说我有孩子？这样子他们就不能阻止我们俩在一起啦。嗯。总而言之啊，嘘，你不要穿帮啊。二嫂，拜托你啊，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，大人大的，改日必报。嗯。这是拿你没办法。哎，猪来了，猪到了，刚来了。好吧。阿公啊，你在找什么啊？阿公？那个探假杂包呢？阿公，什么探假杂货？你找谁呀，阿公？他是在说刘爱莲。阿爸怎么会知道的？家龙，是你说的？哎呦，我是要看公会被 blur 吗？所以 testing 他了。哇，没想到他好了之后技术更好嘞。阿爸，那个探假杂包没有来啦。阿爸，我是开营了，你不认得我啦？哦，就是你，你把那个探假杂包带回来的啊。你跟阿公说些什么？我只是跟他讲，姑姑请那女人去喝咖啡吗？你那么多嘴呀你！哎，阿公来了。哎，还是先避避风头，要不然呢，老爸连我都打。老板，你去哪里啊？肚子痛啊。厕所在。我到底做错什么？我做错什么？他干嘛要打我？姑姑，你先不要难过，你也知道阿公已经变成老糊涂了，可能他当你还小呢。姑婆，你小时候太公是不是常常打你？是啊，我小时候他打我最多的，现在我这么大了，他还打我。姑婆，那一定是你不听话哟。才不是，是他看我不顺眼，我做什么他都有的讲有的骂的，一发脾气就抓我来打，分东西就没有我的份。难道我不是他的女儿吗？我刚才跑2条街，是买好鸡没给他吃，他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痛的嘞。揉一揉就没事了。你也知道阿公啊，很讨厌那个女人的啦，一提起她就骂个没完没了的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又没有带他来，是他自己来我咖啡店喝咖啡的吧？都是你们的马子，自己看不开，拿刀去砍人。雅喜，拿给他。哦。好的，我来吧。阿公啊，来喝杯水顺顺气，别气坏自己身体啊。就是咯，你刚出院，不要气到等下逼捕来载你啊！我袂死啦，免小上我的快乐鱼。那你探假杂包呢？他不敢再来了，我把他轰走了。轰走了？对呀，给妈都跟我赶走了喽。你们要小心啊！我你探假杂包啊，无简单呐，伊心嘛真毒啊。阿爸，你放心，如果我看见他，
我就会把他赶出去的。对了，哎呀，公你不要想这样多了哈，来，不要吃，不要吃。喝水。你有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妈是洪水猛兽哎，问题是妈找了他们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这样说？姐，这是上一代的恩怨，我们不要管这么多啦。我们只好冷眼旁观，置身事外会比较好一点。真的没用。什么？你家人到底怎么了？啊，这是我们家上一代的恩恩怨怨，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嗯。你姑姑怎样了？还在哭咯。真是的，打他的又不是外人，是自己的爸爸，还那么伤心。哎呦，40多岁给爸爸打，很丢脸的。都是那个臭女人、贱女人，害人不浅，搞得阿公发那么大的脾气，连姑姑都遭殃。阿公啊，是你一提到那个女人呐，他就气得要命。想当年呐，阿公骂他一句，那个臭女人竟然骂回阿公2句。阿公要打他，他还拿扫把要赶阿公出去呢。这种女人啊，真的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啊！岂有此理！竟敢这样揍我妈，我倒要看看是谁不得好死。只要我把快乐与长度的事情告诉警方，你们才不得好死。阿公，你的气消了哈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未婚妻阿娇。你讲什么？我听无。我说，伊是我的某阿娇。你胡说什么？阿娇什么时候变成你的某？哎，我等一下跟你讲啦。阿娇，叫阿公。阿公。乖。龙哥，家父提亲上车了，现在是在补票啊？什么意思？搞大人家的肚子，怎么可以不娶她呢？阿娇有了。阿浩，伊是你的某？啊，我的某水吼，水，真正水 ，very beautiful。太公，我保密 I see you not。You also 水。阿金啊，阿豪抓某，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没大没小。阿公啊，我不是阿金，我是阿龙啊。法德嘞，肚子痛，大便，又大便啊！每次有事哦，就跑得不见人影嘞。马德嘞，什么事？啊？马德，阿公讲哦，阿福结婚，为什么他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吗？你跟他解释喽。阿爸，你不要听阿霍乱七八糟说话，他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娶老婆啊。他不是他的某吗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不关我的事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有了？阿公，你好厉害哦！你怎么知道阿娇有了？哼，你们年轻人啊，不会论呢。啊，对了，我住在医院的时候，你们就结婚了是吗？啊，幸亏你替我冲洗，不然呢，我就死在医院了。好，略不好，请教哦。阿公，错了，你在医院啊，跟你冲洗结婚的是佳琪跟雅喜，不是家福啊。那她才是你的孙媳妇儿。你们不要骗我了。妈的，惨了，他连雅喜都不认得了，阿公。她早就是我的媳妇了。阿公啊，那你说她是谁呀？你以为我是老糊涂啊？她是雅喜，她是佳琪的某。对了，阿公，我是雅喜。对啊，我的某阿公。不错，佳琪，你的某真本事啊！
这几年他把快乐鱼打理得很好。我希望呢，快乐鱼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惨了惨了，马特，阿公这次真的大乱，他把你跟雅喜给搞乱了。可能阿公还记得在住院的时候把快乐也交给雅喜的事啊。他会不会以为讲讲就当真啊？二姐，就有可能的。阿公现在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糊涂的。结果啊，我们都给他搞糊涂了。怎么越来越乱？真是的。就是咯，越看越乱。怎么会乱？很简单吗？太公啊，一下子啊回到20年前，一下子啊回到20年后，一下子啊把他想的当成真的，一下子啊把真的当成假的，一下子啊把孙子当成儿子，一下子啊把孙媳妇当成媳妇。喂，你越说越乱了嘞！我看啊，最好是什么都不要看，这样就不会乱了咯。可是很好看嘞，我还要看。好，让我跟阿公说清楚。二姐不要，这样子阿公越来越乱了。是啊，那线搭来搭去，万一搭错了，爆炸了，天下大乱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的嘛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太公说什么就什么咯，反正事实啊都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改变。好啦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啊？大人在说话。也是乱。雅喜，温温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乱就给他乱，反正我们不乱就行了啊！你暂时就当快乐鱼的老板了，将错就错。万一阿公有什么不满意，那不是惨？哎呀，不用怕的，有马德做你的靠山嘛，好马德。是啊，别担心。这种女人啊，真的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啊！你说我自私也好，偏心也好，我怕交给了他，最后会落到那个女人手中。喂，我要报案。我看见有人鬼鬼祟祟抬东西进去快乐鱼里面，我怀疑他们在走私啊。对呀。阿金，我要喝阿花的金布德，跟我预备个大红包。阿强，我看我们就今天结婚吧，反正阿公在这里，他可以当我们证婚人啊。你不要胡闹了啦！我可没有胡闹啊，这叫做天赐良机。阿公是我们整个家中啊最受尊敬的人，他讲一句话，谁还敢讲什么？阿金，阿娘那边那个很大袋，对？阿公，我都跟你讲，家父没有结婚了。家龙，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他是你阿公啊！阿公你怎么样？难道他糊涂，我们要跟着他糊涂啊？哎 ，Hello， 大哥，小声一点好不好？谁说我糊涂啊？谁说我糊涂啊？啊？阿爸，没有人说你糊涂，没有啊。佳琪啊，拿茶来。没得，你来真的。阿公认定的事情，你不给他做，他哪肯罢休啊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也不知道阿娇愿不愿意。老大，这你放心啊，阿娇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。茶来了。阿娇，来跪下来，来，敬阿公喝茶。阿公喝茶。啊，祝你们夫妻恩恩爱爱。阿金，阿金啊，大红包！都说我不是阿金了，法德，阿金啊，法德，阿金，法德，阿爸，红包。给你们那个红包，包你早生贵子。谢谢阿公。哎呦，哇，给你撞死了！来来来，要去哪里？
你？你怎么了你？什么做什么？你死到临头啦！警察上门啦！什么？快点把那些货搬走啊！怎么会有警察的？你妹妹打电话报警啦！佳倩啊！是我听到她打电话报警的。佳倩会出卖我妹？你还在这边发呆做什么？是不是想死啊？快点把那些货搬走啊！哦！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去啦！去哪里？哎，过来帮我嘞！我来告诉你，不就是来帮你喽？哎，这样多货，你叫我一个人怎么搬？哎，来啦 ！Sorry 啊，我还不想死。哎喂，我。其他的赶快拿出来啊！喂！哎呀，番薯啊你，快点呐！你在干什么？送木瓜啦。木瓜？我跟朋友搞点水果生意啦。谁的？怎么？哎呀，马德，看够了没有？我赶时间呢。快走！好了，停车！啊，停车！不可以给他看衰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脚软啊？没有啦，踩到石头啦！快点啊，把这些东西拿下来啊！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打电话给 Rocky 啦，跟他讲货我已经放在这里，要讲处理由他咯。对，先打给他，然后再打给警察。打给警察什么？他这样害你，你还对他这样好做什么？应该把这些害人全部抓起来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印度害人吗？这样不大好啦。为什么不好？很像很不讲义气嘞。多容你啦，人家没有跟你讲义气。如果你被抓关起来，他们会不会来救你啊？对哦。所以说了，你这个人呢，这么笨，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，给人家利用都不知道啊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照我的话去做，先打给你的猪朋狗友，再打给警察。等他们来拿货的时候，正好警察来一网打尽，这样我们可以为民除害。哇，你讲这些眼睛眨都不眨哦！难怪人家讲哦，你那狠起来不得了嘞。所以说了，你不要得罪女人啊！快点走啊，等警察啦。哦。喂，还不打电话？哎，你有没有听错啊？真的是我妹妹出卖我妹。是我自己听到的。佳倩不像这样的人嘞。你是不是连我的话都不信啊？是你叫我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吗？我看还是先回去看看呐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打电话了哈。这么骗我啦！
早知道不要救你啊，别去死啊！套餐一对，5块钱，先付钱吧。好像没什么事哦。炸鱼薯条。阿公走啦？啊？哦，佳琪跟耀祖啊，送他回疗养院去了。有没有什么事啊？你是说阿公啊？我没有啊，他今天心情很好啊，他的胃口也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煮的汤啊，很有水准 ，very good 的。那有没有其他事？其他事，开医咯，一直都不开心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就走了，还把他带来的含金饼啊都拿回去了。那没有事了？没有了。妈的，这大嘴巴，我看想害我的是你啊！哦，还有啊，警察来过啊。警察？哦，来了几个警察，吓了大家一大跳。警察来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到后面去检查，搜查了一阵子，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就走人喽。此有此理，连自己的大哥也出卖，还亏我对你这么好嘞。佳倩，你干的好事哦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是你大哥嘞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这样不是要害死我吗？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我说什么，我还不知道你做什么嘞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啦？你不要假讲哦，是你报警的对不对？我报警？我报什么警啊？是不是你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？你那么怕警察做什么？你现在还这样说话，你是不是要害死我？是不是要害死马德？是不是要害死坏了鱼？你说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。我说什么？嘴巴是你的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喽。你，妈的！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走开啦，大惊小怪。哦，走开就走开喽。妈，有顾客投诉说你的炸鱼不熟啊。哎，开什么玩笑？马德炸的鱼怎么会不熟？哎，谁 complain 的？跟我讲，谁 complain 的？大哥，我检查过了，这鱼真的不熟的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威廉，我也盘新的炸鱼给客人。哦。亚霞，你帮我向客人道歉，然后把钱退给他。跟他说这一餐我们请他吃哦。哎，马德，换一盘给他就好了咯，为什么要退钱？这样我们亏大本的嘞。威廉啊，休息一下，关店了。啊？晚上不做生意了？不了。明天假期要出国，今晚在家里给他健身，吃火锅，你也来啊？哦，吃火锅啊！吃火锅很好嘞，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火锅了哦。你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没预你的份。为什么没预我的份？以后都没有预你的份。哎，马德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啊，以后啊，你再不用回来吃饭，不要回来睡觉，不要来快乐鱼帮忙了。啊，老板娘啊，哎呀，威廉嘛，到外面抹抹玻璃。去呀。哦。
哎，马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要讲清楚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！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搭进罗家一步，也不要再快乐鱼出现。罗家跟快乐鱼啊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是说要赶我走啊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！马德，不要再叫我马德，我当作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哎，马德，哎，马德，你听我讲，你不要这样啊，马德。事情好像很严重啊。哎，马德，哎，是不是因为警察找上门的事？哎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啦。不关你的事儿啊，关谁的事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总之不关我的事喽。你到了这个时候还想推得一干二净？你敢走私贩毒，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承认呐？我哪里有？没有，你前脚才把几摞的东西抬走，后脚警察就来，就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！我养了你40年了，难道你做什么事我不知道啊？我也是给人家陷害的吗？陷害人家不去陷害别人，就来陷害你。哎，我真的是给人家陷害的嘞！我管你是不是被人家陷害呀？你不要再来陷害我，陷害快乐鱼就好了。你要走私就去走私，你要贩毒就去贩毒，你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。总之，我对你已经死心了，我也不会生气，我也不会再打你、再骂你，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。你做好心，你走得越远越好啊！哎，马德，哎，马德，你不要这样了，马德，放手啊！那马德，我也是因为要多赚点钱，不要给你们看死吗？马德，你放手啊！马德，那我知道错了啦，最多我跟你讲 sorry 咯。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啊！要是你还不走，我就敲破你的头啊！哎，马德，你为什么这样绝情？哎，怎么说我是你儿子嘞 ？OK 咯，如果你不把我当儿子哦，你就敲咯，敲咯！你真是，哎呀！你还不走？走就走，不回来就不回来。大哥，别推了！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这个人是没用了，就当做没生过这个孩子。大哥做了什么事，惹你这么生气？妈，即使这样，也不能断定大哥走私贩毒啊。雅喜啊，这个儿子啊，我看他看了40多年了，他做什么事情能逃过我的眼睛吗？今天早上啊，无缘无故抬了几摞木瓜来店里放，然后又匆匆忙忙的把东西抬走，不久后警察就来了。你说他要是没有收到什么风声的话，会急急忙忙的把东西移走吗？可是大哥的为人你也清楚的，他怎么会有胆量走私贩毒？我也知道他不敢，他这个人头脑简单，有时候给人家利用了他都不知道。人家说人笨没药医，这句话说的真的是没错。从小啊，他就是容易给人家骗。读小学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带了一支新笔去学校，回来的时候变成旧笔。你问他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同学告诉他这支新笔容易坏，你看这支旧笔啊，用到现在都没有坏，证明是一支好笔。他就这样傻乎乎的用一支新笔换成一支旧笔。大哥容易被骗，是因为他心地纯良，没有太多的心机。你看他对弟妹都很好啊。佳琪跟我说过，以前他念书的时候，大哥常常拿钱给他的。有一次还花了200多块买一双球鞋给他，还告诉他这样容易追到女孩子。可是他自己呢，永远都是穿着那双拖鞋。妈，你让大哥回来吧，你把他赶出去，他在外面更容易做错事的。哎呀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说，如果刚才警察真的搜出什么东西来的话，那快乐鱼会怎么样啊？顾客还会来快乐鱼吃东西吗？那我们的执照会不会被吊销呢？如果这件事情给阿公知道了，他会受得了这种打击吗？这些事情啊，都是他惹出来的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
相距离屈服，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当初先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，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。能不能让爱来做主，说服所有分离痛楚？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？